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一周5億曝光26熱搜，肖戰莫德賢藏在電視大屏裡，卻炸翻了整個互聯網。8月1日中午12點，電視大屏劇好看專區悄悄上線了一部片子，沒有預告片轟炸，沒有短視頻切片刷屏，手機端愛優騰忙統統搜不到。你得老老實實走到電視機前，點開專區，花7塊錢買7天觀看全線，才能看見肖戰那張灰頭土臉的臉。就這麼一部反常識的片子，上線1周，全網總曝光突破5億，微博熱搜累計26個。你說神不神？我先把這個事兒的底子給大家交個底。莫德賢8月1日12時在劇好看大屏點播專區上線，3集導演剪輯版，總時長超過160分鐘，一次性放出。它不是院線電影德賢緊緻的簡單加長，而是基於共享世界觀做的獨立再創作，增補了30多分鐘細節，把男主角莫德賢的人物主線完整補齊。編劇藍小龍，導演孔生，總製片人侯鴻亮，這仨名字網出100，懂行的觀眾眼皮都得跳一下。士兵突擊，我的團長我的團，琅琊榜大江大河，正午陽光這套鐵三角組合，過去20年基本就等於國劇的品質天花板。可問題是，這麼硬的底子，偏偏不走院線，不上星，不進手機端，塞進了電視大屏的劇好看專區。這操作本身就透着一股老子不打算討好流量的勁兒。結果呢？截至8月8日20時，全網累計總曝光突破5億。截至8月11日，劇好看專區及莫德賢相關話題總閱讀量超過 6.047 億，總互動量超過2599.3萬。話題莫德賢劇好看今日開播同步登上微博主榜 TOP2， 抖音熱榜 TOP5， 快手熱榜 TOP5， 移動端全平台相關話題累計閱讀量突破4億，全網用戶有效討論量超過960萬條。這數據不是粉絲刷的，是廣電官方視聽中國發的戰報。8月12日，侯鴻亮在光明日報刊了一篇長文，叫從院線電影到網絡故事片莫德賢回到起點。這篇文章信息量極大。侯鴻亮說，2015年2月，他和藍小龍站在宜昌的長江邊，聊的是一個全景式的宏大戰爭敘事。劇本初稿10萬字，包羅萬象，連山帶江，水陸空3位一體。主角莫德賢作為修炮工匠，從人物雛形階段就與這場戰役深度綁定。可他們被一個問題困擾了很久，群像是豐富的，可那個能讓所有人共鳴的具體而微的情感內核究竟是什麼？劇本反覆打磨，總覺得與最本真的人還隔着一層。這個項目擱置了許久，直到他們找到了一個新的切口。故事從這門炮聚焦到這門炮背後的一群人。侯鴻亮在文章裡評價肖戰飾演的莫德賢，說他精準拿捏了角色的層次，沒有刻意神話英雄或強行拔高人設。莫德賢是啥人？他既怕死、迷茫，具備普通人的軟弱，又能在被逼入絕境時放下個人安危，成為百姓的主心骨。肖戰成功演繹出了角色的怯懦與求生本能，展現了底層工匠的沉穩克制，以及亂世讀書人在絕境中挺身而出的家國擔當。這段話不是粉絲吹的，是正午陽光的總製片人登在光明日報上的原話。咱們得說說藍小龍筆下這個莫德賢到底是個什麼角色。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鄂西。肖戰飾演的莫德賢是金陵機械廠的8級鉗工，南京淪陷後帶着90多歲的太爺和一家老小逃難，落腳在深山裡的歌止鎮，只想躲起來過安生日子。莫德賢拒絕宏大戰場鋪陳，
把鏡頭牢牢鎖在割指鎮這方亂世裡的微小棲身之所。劇集用灶台煙火、鄰里閒談、修補家具等細碎日常對沖戰爭的殘酷。莫德賢逃難路上護着家人趕路，定居小鎮後日日忙於做飯、修家具、打理農活。戰亂裡最大的心願只是安穩過日子。鎮上鄉民、落魄士兵滿心恐懼，害怕流血，畏懼炮火。戰爭是真切碾碎普通人安穩日子的狂風驟雨。這就回到了藍小龍最擅長的賽道，寫有瑕疵、有溫度、有軟肋的凡人形象。莫德賢正是典型代表。他不是天生英雄，他是被逼到退無可退之處才挺身的普通人。肖戰這次的表演跳出了過去的固定印象，鏡頭裡的他沒有精緻妝容，穿着洗得發白的粗布衣服，臉上帶灰，手背有裂口，手指關節留着薄繭。他還刻意壓低身形，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挺拔，手裡常常擺弄工具，努力做出老鉗工長期幹活後的習慣動作。南京方言也沒有交給配音處理，而是由他自己完成。前期的切，後期的吻，都藏在眼神和動作裡。說個細節你們感受一下。莫德賢不走院線，不上星，不在愛優騰芒等手機端播出，獨家登錄廣電總局電視劇司指導的劇好看大屏點播專區，打開電視才能看，覆蓋有線電視、IPTV、OTT 3大渠道。付費模式採用單片付費分賬加廣告分賬雙軌制，花一次錢就能看全3季。這個逆潮流的操作，反而讓人更加好奇莫德賢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。他在告訴觀眾，這部片子不許你快進，不許你倍速，不許你在地鐵上刷2段就走。你要看，就坐到沙發上，正襟危坐的看。這種反流量的播出方式，恰恰和肖戰當下的處境形成了某種互文。一個被貼上頂流標籤的演員，用一部你必須坐下來認真看的片子，來回應整個行業對流量演員能不能演好戲的質疑。而央視新聞、新華社等20多家央媒相繼報道推薦，把這部片子的國民度直接拉滿。咱們掰扯這26個熱搜是怎麼來的？話題：莫德賢劇好看，今日開播，振興國劇閱讀量超過 1.4 億，互動量超過904萬。話題：莫德賢定檔劇好看，電影德賢緊緻閱讀量超過 1.1 億，互動量超過406萬。話題：莫德賢劇好看，上線振興國劇閱讀量超過 1.2 億，互動量超過550萬。話題：莫德賢劇好看，夢幻聯動視聽中國閱讀量超過5125萬，互動量超過274萬。抖音平台中，話題：莫德賢劇好看，今日開播登上抖音熱榜第5位。話題：莫德賢劇好看，上線話題累計播放量超過785萬次，全系列相關話題總播放量超過2億次。微博以外各平台累計產出優質原創內容1300餘條，全域預估曝光超過8500萬條。圍繞正片、高光片段、人物解析、劇情內容等，用戶二創和討論持續增加。蘇羅通炮相關的重點劇情，小鎮百姓集體抗爭的高光橋段，成為全網用戶集中討論的內容熱點。這不是粉絲單方面刷出來的熱度，這是官方媒體矩陣加商業平台算法雙重加持的結果。廣電總局信息中心視聽中國官方賬號2026年8月11日發布戰報，把這事兒蓋了個官印。這是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。2019年《陳情令》爆紅，肖戰被貼上了頂流標籤，後來經歷粉絲事件跌入谷底。再到2025年院線電影《德賢緊緻》上映，零預熱空降，48小時狂攬 1.88 億票房，打破賀歲檔戰爭片首映日票房紀錄等9項中國影史紀錄。不少觀眾說，
肖戰有大銀幕代表了。為了演好角色，肖戰苦練前功技藝，深入研究抗戰史料，還在造型上徹底褪去偶像光環，以粗布短衫、身上沾滿泥屑的工匠形象出現。觀眾的評價是，他有淬了毒的小碎嘴，神經質一樣的絮叨，但又有工匠的執着，有頭腦，有血性。到了2026年8月這版莫德賢，侯洪亮在光明日報上給出了精準拿捏了角色的層次的評價。孔生導演和藍小龍編劇在2025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客戶端在場欄目對主創的專訪裡，對肖戰的評價特別高。肖戰給自己帶來了驚喜，因為他的努力。肖戰有一雙特別乾淨的眼睛，很純粹。肖戰是專心的聰明人，跟這種聰明人都不用多說，說多了反而會限制他的表演。侯洪亮最初對肖戰有印象，是因為話劇《如夢之夢》。2025年12月，侯洪亮在北京青年報專訪中稱讚肖戰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人物，是非常優秀認真的演員，並透露導演孔生最初選角時看中肖戰清澈的眼神，認為其與角色高度契合。鄭曉龍合作《藏海傳》時直言，我拍肖戰從來沒把他當偶像。這一連串的信號都在指向一件事：行業內部已經開始用演員而不是頂流的標準在衡量肖戰了。可轉型成功這5個字，到底誰來蓋章？是侯洪亮的光明日報撰文，是藍小龍和孔生的眼睛純粹評價，還是那5億曝光、26個熱搜、6.047億話題閱讀量的數據？或者說，當一部片子必須靠藍小龍加孔生加侯洪亮這3位國劇門面的保駕護航，才能讓大家認真討論一個頂流演員的演技時，這本身是不是就說明了一個挺殘酷的事兒？流量演員想要被行業承認，代價是要拿出比實力派演員高出10倍的硬貨，才能換來越過那道偏見的大門。如果哪天肖戰拍一部班底沒這麼硬的作品，還能不能讓觀眾忘記他的頂流身份，純粹為角色鼓掌？這個問題可能比肖戰轉型成功了嗎更值得吵一吵。